联合国刚刚对我国的一批国产装备进行了查验，7000件武器获得了100%的过审率。来看详细情况。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根据央视军媒报道，中国第9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高标准通过新年度首次装备核查。联合国对中国维和步兵营7000多件国产装备进行了查验，所有装备以100%达标的成绩一次性通过核查。中国派往南苏丹的新批次维和步兵营是以解放军陆军某战区部队82集团军铁军旅抽编而成，应该是合成营编制，下辖机械化步兵、装甲兵、炮兵、侦察兵等多兵种。维和步兵营主要在重点区域担负隔离冲突、止暴制乱等维和任务。从2005年至今，中方已经向南苏丹轮换了至少9个批次的维和部队，到达南苏丹的维和步兵营编制为350人，去年年底全部部署到位，开始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而此前负责执行维和任务的第8批维和步兵营部队已经和第9批维和步兵营完成武器装备、后勤物资等多项交接，已经返回国内。当然，有朋友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维和部队的武器还需要联合国的进行查验呢？实际上，按照联合国官网部署与偿还条款的明确规定，维和是一项重大的后勤行动，条款旨在确保维和军事和警察部队能够携带自己的装备开展维和行动。联合国采用了特遣队所属装备制度，费用由联合国总部直接支付给派遣国。说白了，就是维和部队人员和车辆武器的费用是联合国出的。也有不少国家这么干过，尤其是一些经济实力一般的国家，他们会向外国派遣数量庞大的人员，这样他们附带的武器将会由联合国出钱租用。所以说，联合国这边得确认你的武器装备数量情况和武器的质量，要进行专门的核查。也就是说，中国的武器装备在苏丹是联合国出钱租的。在维和部队步兵营到维和目的地后，联合国会专门对新来的中国维和部队和武器进行抵达检查，并向联合国总部递交抵达报告。该报告构成中国获得装备补偿的初始依据。联合国总部则负责确定偿还水平和向中国支付偿还费用等，所以他们要检查一下中国武器的完好率，好估值。此次中国维和部队武器设备合格率100%，可见其武器装备的实际情况。根据央视曝光的新闻画面显示，解放军一系列武器全部出境，包括联合国涂装的92式步兵战车和猛式机动车，一排的89式 12.7 毫米重机枪、82毫米迫击炮、35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5.8毫米88式通用机枪等武器。其中88式通用机枪是非常罕见的单兵武器装备，尤其是在国内，88式通用机枪是世界上唯一一款大规模列装的小口径通用机枪。在西方，俄罗斯等通用机枪普遍采用 7.62 毫米口径的情况下，88式采用 5.8 毫米小口径，倒是显得独树一帜。主要当时受到通用机枪消亡论的影响，认为 5.8 毫米班用， 12.7 毫米支援就够了。结果88式采用了 5.8 毫米口径，但是该枪列装部队后存在重量大、有效射程短、弹药性能先天不足等问题，属于高不成低不就。虎哥认为88式通用机枪属于验证产品，这款武器作为通缉，压制力、射程都不给力，根本比不了 7.62 毫米，而要下放到班组，也没有同样是 5.8 毫米的95班用机枪更加机动灵活。当时解放军的部队机械化还没有完全实现，步兵战斗很多时候还需要步行机动，不可能单兵抱着这么重的家伙在战场上一直跑，所以88式通用机枪在部队的定位非常尴尬。现在解放军陆军中已经很少见到这一枪型了，产量据说只有2000挺。当然，现在随着我军机械化全面建成，
部队开始采用新的 5.8 毫米扳机 QJB-201 和 7.62 毫米口径的 QJY-201 通用机枪。新 7.62 毫米通用机枪在各项性能上完全超越88式通用机枪，所以88式机枪估计将被解放军部队陆续撤装。但是虎哥没想到，在海外的维和部队能够见到这么多的88式。但是仔细一想，毕竟维和部队全员机械化，不存在维和战士抱着大机枪满地跑的情况，他们应该是将88式机枪下放班组当作班用机枪了。而且88式机枪在火力持续性上比95班机更为优秀，可以挂载200发弹链，火力输出点满了，对付海外的散兵游勇可以说是完全够用了。